若在古代发生叛乱，你既不支持叛军，也不支持朝廷，能够在那个年代独善其身吗？你出身在江淮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，家庭虽然贫困，但你书读得不错，若在太平年景，说不定也能靠着科考换来一官半职。可惜你生错了年代，此时已是唐朝末期，藩镇割据，军阀四起，黄巢、王仙芝等名字一夜之间就能成为百姓的梦魇。加之朝廷腐朽，皇帝轮换，百官如丧家之犬，田赋其重，盐税、茶税、牲畜税，连你种一颗葱都得上报3文钱的税。你娘前年咳得要死，药贵的吃不起，最后咽气那天连口热水也没喝上，你咬牙埋了它，用的是你卖掉唯一一头老黄牛换来的棺木钱。从那之后，你信了3分命，也信了7分人心。你不支持黄巢，因为你见过起义军踏入临近县城后的样子，那些人穿着破烂军衣，眼睛比饿狼还亮。进城的第一件事不是攻衙门，而是劫粮仓、掳民女。你曾听闻黄巢起义的号召，要均贫富，可你看不出他们与朝廷狗官有何两样。你也不信朝廷，他们高高在上，命令一道传下，便是10里8村搜粮3月，你爹年年交粮，不曾短欠半斗。结果前2年协办军需，把你家半仓稻谷全抬走了，1粒米没留。所以你两边都不靠，你只想活下去。就像你爹常说的，乱世不求出头，只求不死。可不站队真的能不死吗？事情变故是在那年3月，黄巢大军已逼近广陵，你的村子在兵锋必经之路，你装疯卖傻，在村头晒网织蓑衣。可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你虽低调，却躲不过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。一个穿粗布衣的陌生人进了村，声称是义军探子，要村中壮丁协助清剿朝廷奸细。你闭口不言，没答应也没反对，只说自己是个跛子，腿脚不便。他盯了你片刻，走了。你以为事情就此过去，直到3日后，村中突然传出消息，有人夜里偷偷传信给官军，你的名字赫然在列，你跳脚喊冤，村人却都避你如蛇蝎。你知道这是那个探子给你埋的坑，他没能拉你入伙，便索性把你推出去当靶。你想跑，可路口早有义军岗哨；你也想投官府，可县令早吓得弃城逃命，哪还有朝廷可投？你知道这一次你可能连独善其身的资格都没了。当义军接管城池，你披上蓑衣，提着砍柴的钝刀，走进了义军驻地。你说你愿意加入，因为你不想再被人随意安一个罪名，然后死得不明不白。从此你加入了黄巢军，你在军队中慢慢升了上去。虽然你不会打仗，却能写字，会算账，你识得粮草出入，也会为军中拟文鼓士气。你跟过几场战役，见过起义军如何攻城，又如何劫掠，如何烧杀淫掠，也见过百姓夹道欢迎，把他们当成救世神兵。你知道这支军队已经不再是你最初想象的那般清流，但你也明白，若无这场火，腐朽的大厦永远不会倒。2年后，你随着主力部队攻入了长安。那天火光映红了皇城的瓦檐，你站在朱雀门前，泥泞的靴底浸着鲜血。你随军翻查贵族府邸，抄出厚厚一摞族谱。你一页页翻看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朝代的特权延续。你看到熟悉的姓氏，他们的子孙数代为官，世袭罔替，从未间断。你曾考了3次科举，年年落榜，而他们不过是换身朝服，便能端坐庙堂。你不再犹豫，将那本泛黄发脆的族谱递给黄巢，黄巢就站在你身边，披着鹿皮袍子，眼神里没有一丝犹疑。他伸手接过下一册族谱，翻开第1页，韦氏氏族7代为官，入仕者70有3，贪墨者21，无一人受罚。他念完，淡淡一笑，像是读了一则滑稽笑话，然后朝左右一挥手。次日，长安城南的枯井里多了7口人头。你亲手写下这些贵族的家谱，按门第，按支脉，按军政要职，一页一页交给黄巢，不是为了查阅，也不是为了归档，而是为了杀人。他们不是一个个地死，
而是一整户一整支的被抹除，父、子、孙、婿、外戚一个不留。你曾迟疑过，曾在深夜里看着被悬挂在城门外的尸首，心中泛起一丝反胃。可你又想起你母亲咳血无药可医，你父亲被征粮抽钉致死，这一切的源头，不正是这些人一代代把权力攥在手中，将百姓当牲畜驱赶的结果？黄巢称帝后的数月，并没有带来你想象中的太平，粮仓照旧被贵人吞占，百姓依然为一碗粥争得头破血流。朝堂上不过是将旧的名字刮去，换上新的姓氏，而你们这些在血海中浮沉的泥沙，只是换了方向，继续沉沦。他的王朝也像他曾推翻的朝廷那样，被新一轮的铁骑踏平。你在夜色中逃离长安，一路南下，藏身江南水乡，换了姓名，种田为生。没人知道你曾随黄巢攻入过皇宫，也没人知道那本记录着权贵家族的族谱是你亲手交上去的。你从未讲过当年的事，只说自己是个逃荒的读书人，靠教孩子识字糊口。村民们说你脾气温和，不爱争斗，是个清白人。你只是在风起的时候会看向北方发呆。你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叛贼，只是一个在战火里爬出来的平凡人。你曾想独善其身，却终于明白，在真正的乱世里，连身都不再属于你自己。